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大米别只会用来煮米饭了，今天分享个大米非常好吃的做法，筷子搅一搅，出锅比馒头还香，比包子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300克大米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刀上的清水没过大米，把大米简单的淘洗一下，用手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我们在淘洗大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大米的营养成分，用手轻轻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大米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再准备200克红豆，把它放入盘中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挑拣好以后，再把红豆倒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红豆，再把红豆淘洗一下，用手抓洗几遍，把红豆表面的灰尘清洗掉，再把淘洗红豆的水倒出来，接着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红豆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冰箱冷冻1个晚上。这是冷冻了1晚上的红豆，给它解冻2分钟，让冰和大碗完全脱离。冰和大碗脱离后，连冰和红豆一起放电饭锅中，再倒入5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把红豆煮熟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大米，取1颗大米，用手轻轻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泡好了。再把大米简单的淘洗一下，洗净后把大米倒入漏篮中控干水分，控干水分后再把大米放大碗中，加入500毫升纯牛奶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把大米和牛奶倒入料理机中，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大米糊。这一步呢，需要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再把打好的米浆倒大碗中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5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。接着再准备一个这样的漏勺，把面糊倒入漏勺中，用漏勺过滤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的细腻。过滤好以后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再准备1小把葡萄干，大约有20克左右，淋少许清水把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粒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，尽量多抓拌一会儿。因为葡萄干表面有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拌至感觉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葡萄干，再把葡萄干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食用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豆已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1颗红豆，用手轻轻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煮熟了。再把红豆倒漏篮中控干水分，控干水分后再把红豆放大碗中，
加入50克白糖，再取出擀面杖，把红豆压碎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，就压成这样的红豆泥就可以了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红豆泥，大约有20克左右一个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，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几个这样的锡纸盒，放上刚做好的红豆馅，放到锡纸盒底部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米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，面糊已经发起来，粘到保鲜膜上了，里面满满的蜂窝状。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就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用勺子舀一勺面糊放入锡纸盒里，不要装太满，5分满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剩下的每一个锡纸盒呢，都要给它装上面糊，也是5分满。全部装好后，在表面撒上几粒葡萄干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再准备一个蒸屉，把米糊放入蒸屉上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，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米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用勺子在锡纸盒周围划上一圈，这样方便脱模，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光滑漂亮。脱模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大米糕就做好了，颜色雪白，奶香味浓郁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原来大米不仅可以用来做饭，做成大米糕也是非常的好吃，咬一口软软糯糯的，松软香甜，米香味十足。中间加了红豆馅，里面还有红豆的清香味，口感绵软细腻，超级好吃，可以当早餐吃，还可以当主食吃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大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